你認為日元依家係咪最後嘅買入機會呢？持續買入美股指數 ETF， 20年之後就可以財務自由。AI 前景無限，係咪應該 all in Nvidia 啊？大家好，歡迎收睇 N 加 TV， 我係不了。前年40歲我才智早退。今集嘅主題係獨立思考投資訓練營，透過對近來投資大議題嘅分析同埋討論，避開一啲普通投資者嘅投資誤區，希望令到真正想改善個人投資能力嘅觀眾有所得着。本集內容純粹教學用途，並非任何投資建議，請睇一睇免責聲明。本集內容將分為以下5個部分，有興趣嘅話，記住由第一集收睇所有嘅影片，全部精彩。我哋而家開始啊！第一部分，近來投資嘅大議題，財經節目、YouTube 頻道或者網友提問，經常會出現以下呢一啲嘅投資大問題。不了，你覺得港股或者股票 X 嘅前景點樣呢？你點睇美股啊？可唔可以上穿4萬點？又值唔值得投資呢？我聽某一個 KOL 講，買美股指數 ETF， 長期平均嘅回報有8到10%，複利幾十年之後就可以財務自由，係咪真嘅呢？你認為日圓依家係咪最後嘅買入機會呢？ AI 前景無限，係咪應該 all in Nvidia 啊？先暫停一下影片，你嘅答案係啲乜嘢呢？請你記住呢一啲嘅答案，最後不了會同你玩一個遊戲，不了將呢一啲嘅問題簡化成一個問題，就係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我能唔能夠透過投資產品 A 去賺錢呢？呢個問題有2部分，前半部分係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呢？一般嚟講分2種人，第一種係人哋話投資產品 A 好，你係專家，你認為呢？第二種係投資者已經對產品 A 情有獨鍾，希望你認同同埋講出佢心裏面同一樣嘅諗法。投資者聽取更多嘅意見係好事，但如果只係單係聽從人哋嘅意見去做投資嘅人，亦即係將自己變成盲目從眾嘅楊生楊太，咁樣係危險嘅。不了喺第17集入邊講過，我認為投資人必須具備最重要嘅能力係獨立自主思考，無論最終嘅結果係啱係錯，識得思考嘅投資人就能夠喺每一次嘅成功或者失敗入邊去改善自己，但係冇獨立思考或者放棄思考，就一定冇辦法進步。喺漫長嘅投資歲月入邊，必定會遇到重大嘅災難。股市嘅規律7負2平1勝，唔能夠獨立自主思考嘅人，長遠好大部分會成為7負入邊嘅其中一員。呢個問題嘅後半部分，我能唔能夠透過投資產品 A 去賺錢呢？比如咁去講，等於喺度問緊不了，火箭、飛機、地鐵、法拉利、豐田、單車好唔好呢？或者我能唔能夠駕駛火箭、飛機、地鐵、法拉利、豐田、單車去到目的地呢？其實呢一啲嘅交通工具各自都有一定嘅好處同埋唔好處。飛機好唔好？由香港去日本係非常好嘅，但係由灣仔到銅鑼灣就未必及得上地鐵或者豐田好啦。意思係業績好好嘅股票一定有好多人買，估值高，價格高，較可能會上升，但係上升之後嘅回調風險亦都相對比較大。業績一般嘅股票一定會比較少人關注，估值低，價格低，較難上升，回調大跌嘅風險亦都相對較細。另外，市值大或者市值細嘅股票亦都各有長處同埋短處。用查理芒格嘅比喻係，就好似賽馬賭博一樣，熱門嘅馬能力高，但係賠率低；冷門嘅馬能力低，但係賠率高。熱門同埋冷門嘅馬亦都會有人投注，視乎係咪直博。問哪一啲去講就係風險同回報比例係咪合理，甚至物超所值。所以除非評論者嘅見解非常獨到，否則90%都會同主流嘅意見差唔多。大家公認為一匹好嘅馬，評論者好少會反主流認為佢係唔好嘅。但係加上評論者嘅第二層思考，就有可能變成呢一匹馬係好，但係賠率太低，性價比唔高，並唔值得買。類似咁樣先至可能係獨到有用嘅見解。但係無論評論者答好定係唔好，甚至值得買或者唔值得買，其實好多時候對投資者嚟講都係意義不大嘅，因為佢係根據評論者嘅經驗同埋思考得出嚟嘅結果，對佢而言或者係有用嘅。問題係你同評論者係咪同一種人，性格，擁有同一種洞見、投資理念同埋相同嘅投資技巧呢？有啲投資人中意刀仔鋸大樹，有啲呢
就中意大大注抌落去，安全收息。投資者同埋評論者嘅投資方法同埋技巧都可能完全唔同，所以評論者嘅結論可能對投資者根本係完全冇用。翻返去交通工具嘅比喻，火箭、飛機、法拉利、豐田、單車各有好處同埋唔好處，更重要嘅問題係你識唔識駕駛佢哋呢？評論者可能識揸飛機，遇到空難嘅時候識跳降傘保命，你又識唔識呢？評論者嘅知識技巧、投資方法、資金同埋風險管理等等，可能同你唔同，或者遠遠超越你。佢揸住架法拉利可以逢車過車，但係一般人揸住架法拉利唔夠10秒鐘就可能車毀人亡啦。所以揾到適合自己嘅方法同埋工具，有自己嘅見解，比起聽專家嘅意見更為重要。第二部分，授人以魚，不料嘅反問。不料之前亦都分享過我個人嘅親身經驗。我起初係學習人人都話好嘅巴菲特價值投資，但係發現本金細嘅話，增值嘅速度實在太慢啦。之後學習技術分析同埋投機 swing trade 嘅效果非常唔錯。不過金額到達300萬左右，就到咗第二個樽頸位，一直停滯不前。因為大注買入一隻技術分析或者趨勢股票係好危險嘅，而分散投資嘅話又會此消彼長。後來我再回歸到價值投資同埋周期投資，突破咗樽頸位，情況又再次變好，達到咗財務自由。財務自由之後，先至倒翻轉頭學日內交易，目的係市差嘅時候都可以賺啲使費，同埋當係一種保險嘅技能。即係假如有一日輸晒我大部分嘅錢，我亦都可以再用小錢東山再起嘅技能。唔同嘅階段，投資方法同埋投資嘅產品都可能會唔同。問題只係適唔適合嗰一刻嘅你。巴菲特嘅價值投資有問題咩？冇問題。技術分析、趨勢交易、日內交易唔好咩？唔係唔好。用咩方法？重點係視乎你精通啲咩方法，想達到啲乜嘢目標，仲有你所投資嘅產品係咪適合你嘅方法同埋目標。再重新翻返去開始嘅問題，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我能唔能夠透過投資港股或者美股、Nvidia、日元、美股 ETF、SPY、VOO、QQQ 賺錢呢？假如你真係好想長遠能夠喺股市入邊賺錢，不料會好負責任咁樣先反問你：第一，你有冇研究或者思考過呢一啲投資產品係啲乜嘢嚟呢？或者點解你會買佢？理據又係啲乜嘢呢？第二，你嘅投資目的係啲乜嘢？想透過呢一啲產品賺幾多錢？你投入幾多嘅資金？年期又係幾耐呢？第三，佢嘅優勢或者劣勢係啲乜嘢？潛在嘅回報或者最大嘅損失風險係啲乜嘢呢？你可能會同我講，我就係唔識先至問你，你又問翻我轉頭，你算係咩專家啊？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不料唔係唔識，我亦都上過唔少嘅投資課程。我自問絕對有坊間收取過萬蚊投資課程導師嘅能力，但係比起送一條魚俾你，不料更加希望教識你點樣去釣魚。單純嘅係或者唔係，好或者唔好，買入價、止賺價同埋止蝕價，未必能夠真係令到你賺錢或者長遠賺錢，甚至對你有害添。第三部分，長期平均年化回報8到10% 達至財務自由。我哋經常聽到坊間有一啲 KOL 嘅一種講法，美股長期投資嘅回報率平均每年有8到10%，所以長期投資響美股 ETF 就能夠輕鬆達到財務自由。呢一個係咪事實呢？係又係唔係？單純咁樣去相信呢一種講法，而冇考慮市況同埋個人能力，係會好危險嘅。咩意思呢？就好似上面第三個問題咁，美股 ETF 最大嘅損失風險係啲乜嘢呢？最近一次係2020年新冠肺炎，美股坐過山車，一年最多跌咗36%。2008年更加試過跌咗44%。你能唔能夠忍受某一年出現呢一種咁巨大嘅跌幅呢？霍華德馬克思話：永遠唔好忘記6英尺高嘅人可能會淹死響平均5尺深嘅小河入邊。你嘅身高係6尺，小河嘅平均水深係5尺，聽起嚟好安全，但係實際嘅情況係有啲地方水深2尺，而致命嘅地方水深足足有10尺。不料同埋馬斯克嘅平均身家有8000億港紙，你估不料有幾多錢呢？不料同埋姚明嘅平均身高係2.04米，你又覺得不料有幾高呢？當我哋每次聽到平均呢個字嘅時候，一定要有啲警覺性。
簡單咁樣相信所謂平均年化回報8到10%，而忽視當中嘅風險係好危險嘅。以港股為例，1990年到2008年呢18年之間嘅平均年化回報有13%，再睇下1997年到2024年呢27年之間嘅平均年化回報就只有接近0%。而如果你睇2018年到2024年最近呢6年之間嘅平均年化回報，更加只有-9%。翻去美股，你嘅心理或者耐力能唔能夠接受某一年賬面損失50%呢？我相信好多人都會蝕本離場。又或者假如咁唔好彩，啱啱喺你60歲退休嘅時候，股市大跌50%，喺你冇收入同埋需要退休金生活嘅情況之下，你能唔能夠守住等到股價回升嗰一刻呢？仲記唔記得第40集火雞的故事呢？雖然主人每日都餵火雞嘢食，但係就唔代表第二日唔會殺佢。當你睇到100隻白天鵝，唔代表黑天鵝並唔存在。你睇翻日本80年代嘅股市幾咁風光，但係之後就進入咗失落嘅30年，到呢幾年先至有翻少少氣息。美股呢，我唔敢話一定會有問題，只係想話你知，有機會會某一年出問題。無論機會率有幾低，你必須考慮呢一個風險同埋你嘅承受能力，而唔係簡單咁樣深信呢一種睇似正確無誤，而且俾好多 KOL 奉為真理嘅講法。我並唔係講 KOL 所講嘅方法完全唔啱，就連巴菲特都認為呢一種被動型指數 ETF 嘅投資方法比大部分嘅主動型基金經理做得更加好。假如你係長期投資，而且能夠抵受股價大跌50%嘅能力，至少直到今日嘅結果睇嚟都仍然係啱嘅，只係佢哋未必有話俾你聽風險所在。記住好似財經節目主持人咁講，過往嘅表現並唔代表將來嘅表現。第4部分，日元依家係咪最後買入嘅機會呢？我哋再攞呢一個例子嚟分析一下。今日日元對港元嘅匯率係 0.515， 好抵，非常抵。1000円嘅豐盛拉麵只係51個半。去旅行當然係好抵好值得，但係假如你講嘅係投資嘅話就另作別論啦。10幾年前日元對港元一般係對 0.07 左右，高位試過對 0.1， 即係10算。不料喺2年前仍然有工作有收入嘅時候，對6算嗰陣已經覺得好抵，非常抵。不料又好中意日本，對咗成40幾萬港紙，即係600幾萬yen。嗰陣時認為長遠自用對6算都唔錯啊，直到今日亦都冇後悔到，亦都唔會止蝕。但係實際已經接近蝕咗15%。從投資角度嚟睇呢，直到今日呢一筆投資係失敗嘅，即係瀨咗嘢。KOL 們嘅推論一般係咁樣嘅：日元進入加息嘅周期，美元進入減息嘅周期，息差收窄，令到日元匯率上升，令到日元 carry trade 即係利差交易嘅朋友要還日元，美股隨時下跌，引發股災。而且呢一個係歷史話俾我哋聽嘅，唔係我哋自己估嘅。之類似咁嘅講法有錯咩？一般推論冇錯，睇起嚟亦都冇錯。但係我哋嘅問題係，投資嘅話，我或者一般嘅投資者今日係咪應該大手買入日元呢？好多時睇完條影片都得唔到一個係咪應該買日元嘅結論，只係知道歷史睇嚟，日本加息可能會導致日元上升，繼而可能會導致美股市場下跌。而事實呢，啱啱3月份日本結束量化寬鬆政策，啱啱出爐嘅時候，日元不升反跌。新聞解釋下跌嘅原因係加息不似預期，呢一點都幾得意。咁樣 KOL 們係咪仲維持佢哋嘅推論，而結論又係咪仍然正確呢？咁就要睇下佢哋嘅下一集啦。同其他 KOL 唔同嘅係，我係曾經同埋可能會再買入日元嘅實戰派，佢哋未必係。而到依家，我亦都成日心動想兌多啲日元。依家嘅水平兌515算係咪值得呢？我諗到3個係咪兌日元最直接嘅問題，亦都俾大家參考一下。第一，日元會唔會有再跌嘅可能呢？兌5算、4.5算、4算。第二，假如跌到4算嘅話，我仲可唔可以頂得住呢？第三，假如能夠頂到嘅話，或者假如跌到5算唔再跌嘅話，咁咩時候會升翻呢？升幅又會係幾多呢？假設我有足夠嘅決心同埋耐性守到4算，第3個問題反而變得最重要。同2年前唔同，今日嘅定期存款利率有 4.2 厘左右，而2年前就只有2厘左右。假如日元之後幾年一路橫行唔升嘅話，等於每年蝕咗 4.2% 嘅港元定存利息，即係日元要1年之內升 4.2% 或者更多先至算係真正有賺。不料兌咗日元之後，
變相等於損失咗過去2年港元定存利息大約7到8%，加埋15% 嘅日元匯率跌幅。到今日為止，我實際上嘅賬面損失有22%。今日大手買入日元，未計1% 有多嘅買賣差價，等於問你有冇信心1年之後日元嘅匯率升超過4%， 2年之後升超過8% 啫呢？即係5.5算。如果冇信心嘅話，例如你認為美元同埋日元嘅息差有機會呢2年保持一直不變，就不如將錢放響港元或者美元銀行定存好啦。相反，如果有信心日元同埋美元息差收窄加速，日元嘅匯率未來幾年唔會橫行，反而會上升，就買日元啦。但係支持你嘅理據係啲乜嘢呢？呢個係你要好好答自己嘅。不料冇明確嘅答案，我諗大部分嘅專家亦都冇。開放咁去討論啦。如果取消量化寬鬆咁大嘅消息都唔能夠令到日元升值，你認為嚟緊會有啲乜嘢重大嘅原因令到日元1-2年之內會大升呢？同時，日本政府嘅負債高企，高息可能對佢十分之不利，亦都可能係日元利息唔會大升嘅原因之一。不料從自己嘅角度去思考，假如我從來冇兌過日元嘅話，我依家都會兌翻一啲。但係由於我手上已經有一堆嘅日元蝕本貨，同時我亦都唔能夠解答日元未來會唔會再下跌，或者唔會長期橫行呢一個問題。我而家冇翻工，我寧願將本金放響港元定存，產生被動收入作為我生活之用，同時等待一個更加低、更加值博嘅時候，例如4.5算，先至會再分段買入。即使我睇錯日元上升，至少我手上嘅日元亦都蝕少咗，唔會後悔。所以呢一個投資嘅諗法，只係屬於我自己嘅。係咪做一個投資決定係因人而異嘅？如果你係一個根本唔會去日本旅遊，或者你今年喺美股賺超過20%，咁樣對日元就未必係一個好嘅選擇啦。我好似兜咗一個大圈講到好遠咁，我嘅重點並唔係日元依家係唔係最後買入嘅機會，而係分享投資前嘅思考。第一，投資你必須有獨立自主嘅思考。第二，人哋嘅見解可能係啱嘅，但係未必適合你嘅情況，包括能力圈同埋目標等。第三，好多專家嘅見解或者推論都可能係錯嘅，包括我在內，對你嘅投資回報係冇咩意義，甚至係帶嚟負面嘅影響。喺呢個時候，記住唔好忘記第一條。仲有，每日好多嘅新聞資訊影片或者評論，其實都係浪費緊你嘅時間。例如某一啲環球市場嘅資訊、新興市場嘅比較等等，好多時候睇起嚟好似好有意義，但係其實你根本從來冇買過，將來亦都唔會去買。睇完10幾20分鐘之後，你有冇問過自己，啱啱嘅內容你實際得到嘅係啲乜嘢？對你手上嘅投資或者未來嘅投資決定有啲乜嘢意義呢？我相信70%係水過鴨背式嘅數字同埋冇意義嘅故事，20% 係挑起你嘅人性貪婪、妒忌、恐懼等情緒，只有10% 要配合自己嘅倉位再自行分析先至可能有啲用。有時候電視嘅財經評論員，我哋一定要再三過濾佢哋講嘅嘢。例如，如果騰訊升穿300蚊，就可能會挑戰330蚊；如果唔係，就會跌到270蚊。停一停，諗一諗，咁對你嘅投資有啲乜嘢意義呢？再講一個例子，某一位 KOL 話自己上個月賺咗幾多錢，同埋佢仲話上個月已經提醒咗大家要買入。睇一睇佢嘅截圖，係股價跌穿某個支持位嘅時候寫住留意。不料心諗，跌穿支持位唔係要沽貨咩？竟然係買貨。佢話我當時已經提醒大家要留意入貨啦，但係明明只係有留意2個字，留意2個字真係天下無敵。調翻轉，如果股價下跌嘅話，佢亦都可以講我當時已經提咗大家留意要出貨。就咁睇嘅話，呢一位 KOL 真係犀利。但係事實呢？你覺得呢？第5部分 AI 前景無限，係咪應該 all in Nvidia 呢？大家又點睇呢？其實呢句句式每隔幾年就會出現一次。例如2021年加密貨幣前景無限，係咪應該 all in Bitcoin 呢？同一年新經濟前景無限，係咪應該 all in 騰訊、美團或者阿里巴巴呢？2020年電動車前景無限，係咪應該 all in Tesla 呢？再睇翻遠一啲啊，2016年中國嘅房地產前景無限，係咪應該 all in 恒大或者碧桂園呢？2007年中國嘅經濟前景無限，係咪應該 all in 某隻中資股、中石油或者中人壽呢？2000年科網股前景無限，
係咪應該 all in Yahoo 呢？我唔再喺度列舉啦。歷史係重複嘅，即係換湯唔換藥。德國股神科斯托蘭尼有兩句說話係講得特別好嘅。第一，市場漲跌係取決於供需，傻瓜多定係股票多。第二，崩盤通常係暴漲嘅前導，暴漲都以崩盤收尾。就好似中國古人所講嘅物極必反，否極泰來，走勢睇嚟非常好咁樣，人人談論緊嘅股票反而往往接近升浪嘅尾聲。有經驗嘅股民大概都會知道股市或者個股係有周期嘅，無論係波浪理論入邊嘅1、2、3、4、5浪 ABC 浪，定係莊家股嘅建倉控盤，然後洗盤再拉升，最後出貨，最後都離唔開急升，一眾散戶入市，最後就係大戶出貨。投資方法同埋投資產品嘅周期必須要配合先至能夠賺錢。例如周期價值投資響 C 浪到1浪，以盡量低嘅成本價去建倉；5浪到 A 浪出貨。趨勢交易就由2到3浪去建倉，響5浪出貨，最短嘅時間尋求最大嘅回報。時機唔啱嘅話，例如價值投資響拉升最急嘅第5浪嘅時候先至建倉嘅話，股價大跌嘅時候心諗住價值前景無限而死守，甚至溝貨，即係死溝，就會粉身碎骨。或者趨勢交易向1浪大戶控盤或者洗盤嘅時候建倉嘅話，就會不斷買入同埋跌入止蝕，所謂輸拍到輸死。翻返去 AI 前景無限，係咪應該 all in Nvidia 呢？你要從唔同嘅角度問自己一啲問題，例如第一， AI 前景係咪真係無限呢？調轉嚟諗，會唔會有限呢？限制又喺邊度呢？第二， Nvidia 所生產嘅嘢係咪 AI 必須嘅？有冇其他嘅取代品或者估值更加好嘅同業呢？第三，資金管理，假如第一同第二點都係啱嘅，我係咪應該 all in 呢？ all in 可能會好危險，咁係咪應該只係投入一定比例嘅資金？第四，最差嘅情況考慮，如果係回調10%、20%甚至50%，咁應該點樣算？我有冇足夠嘅資金生活？第五，風險管理，目標賺幾多？切唔切只賺止蝕啦？止蝕點又喺邊個位？風險回報比係咪合理？第六，投資方法，呢一刻買入，我算係先知先覺定係後知後覺嘅人呢？我係用緊價值投資定係趨勢交易定係其他呢？定係我只係聽消息想賺5% 就走呢？第七，投資時機，呢個時機啱唔啱？ Nvidia 算係周期入邊嘅邊一個位置？我嘅投資方法響呢個時候建倉係咪適合呢？仲有好多嘢要考慮，例如時間框架、價值分析、公司銷售業績、行業發展、管理層有咩護城河、可以預見嘅利好或者利淡消息、技術分析、主力成本分析、價量分析、心理分析、過往個人經驗、大環境例如利率、政治，仲有第 N 點專家或者其他人嘅意見，唱好或者唱反調嘅人有啲乜嘢觀點呢？係咪合理呢？等等等等嘅問題，不料只係隨意列舉買股票或者分析某一隻股票時候要問自己嘅問題。我喺度亦都冇一個結論話俾你聽應該買定唔買 Nvidia， 呢個就留翻俾你自己去分析。你會發現專家或者其他人嘅意見只係其中一個嘅問題，更多嘅提問係關於你自己投資嘅方法同埋呢一個投資產品嘅互動。孫子兵法入邊有一句係咁嘅：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己就係投資方法，彼就係呢個投資產品。原則係越重大嘅投資，投入嘅資金比重越大，就必須考慮越周全。孫子兵法提出多算勝，少算不勝，宜放於無算負。大意係講作戰嘅時候計算周密，勝利嘅機會就會好大；計算唔周密就唔能夠取勝，何況係唔做任何計算呢？事實上，喺同一個時間，同一隻股票，不料對住唔同嘅人，可能會俾出唔同甚至相反嘅結論，因為佢哋所用嘅投資方法唔同。同一個時間點，對於方法 A 係增持點，但係對於方法 B 就可能係減持點。例如對於突破買入方法係增持點，但係同一個價格，對於炒波幅嚟講就可能係獲利減持點。對於莊家嚟講係一個震倉守護嘅買入點，而對於散戶嚟講就可能係一個合理嘅止蝕離場點。不料你可唔可以講翻人話啊？講一個生活化一啲嘅例子，跑步或者賽馬比賽，有啲人中意起步帶頭，有啲人留前鬥後，有啲人轉彎嘅時候發力，有啲人呢
就大直路發力。咁你而家問我向中後段轉彎嘅時候，如果我想贏，我應唔應該發力呢？我會答你，可能發力或者唔發力，咁好視乎你係邊一類嘅選手，同埋用啲乜嘢嘅策略。假如你明白我講緊啲乜嘢嘅話，證明你股票嘅經驗已經有翻一定嘅深度同埋廣度，恭喜你。股票就更加似一門藝術，而並唔係精密嘅科學。佢亦都好似道家入邊嘅八卦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相轉化。大家有冇聽過好消息出貨呢？有時候好消息會令到股價上升，但係有時候又會令到股價下跌。究竟咩時候應該好消息入貨？又響咩時候應該好消息出貨呢？又例如，有大買盤托價係好事定係壞事？代表有支持力定係啱啱相反？響跌市之下，大成交定係小成交會對後市好一啲呢？你認為呢？有好多好有趣嘅話題。假如呢一集嘅反應良好嘅話，不料有機會會再分享。翻去最初嘅問題，睇完呢一集，你嘅回答會唔會有啲改變呢？你可以留言話俾我聽，你應該買港股、美股、Nvidia 定係日元呢？感謝你睇到最後，今集就到呢一度，記住俾個 like、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下次見。